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大家好，这里是道听途说，分享不同的故事，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宋朝时，刘三狗流落至刘家庄，村中人见他可怜，并没有驱赶，他便从此在村中落下脚来。初到刘家庄时，刘三狗还是个不满10岁的孩子。山里不富裕，倒也饿不死人，因为山上到处都是野果，最不济也能摘些果子充饥。不知不觉，他在刘家庄住了10年。这一年，刘家庄突遭瘟疫，村子里10室9空，见在此地无法谋生，刘三狗便又到处流浪起来。这一日，刘三狗来到了离家100多里外的一个地方，见路旁有棵果树，刘三狗便在树上摘了几颗果子，坐在树底下吃了起来。果子吃完后，一阵困意袭来，刘三狗便躺倒在地睡起觉来。尚未闭上眼睛，一阵叽叽喳喳的叫声就从树上传了过来。刘三狗抬眼一看，原来是几只野鸟在树上吵闹。连日赶路，刘三狗的身形很是疲惫，加上已经好几天吃不饱饭了，此刻他的心情非常糟糕。见野鸟搅了自己的美梦，刘三狗顿时气不打一处来，随即捡起一块石子就朝着野鸟扔了过去。石子不偏不倚，恰好砸在一只野鸟的身上。野鸟受惊，不过随即拉下一泡鸟屎，鸟屎恰好落在刘三狗的面门上。被鸟屎砸中后，刘三狗顿时火冒3丈，随即又朝着野鸟扔出了一颗石子。被石子接连砸中2次后，野鸟显然是受了伤，随即扇动翅膀乱飞了起来。见野鸟要逃，刘三狗赶紧朝着野鸟飞走的方向把腿追了过去。野鸟的翅膀受了伤，刚飞离树枝就掉落了下来。刘三狗见状，心中大喜，连忙快步追了上去。可就在他快要跑到野鸟掉落的地方时，野鸟突然再次飞了起来。刘三狗见野鸟飞得并不高，连忙追了上去。就在他追着野鸟跑了不到10丈远之后，意外发生了，草丛中忽然出现了一口枯井。刘三狗满脑子想的都是要把野鸟抓住饱餐一顿，也好报那一时之仇。2只眼睛一直盯着野鸟，压根就没有注意到脚下。等他发现枯井时，已经来不及了。只听通的一声，刘三狗掉进了枯井中，鸟没有抓住，却掉进了枯井中。刘三狗的心情甭提有多糟糕了。好在枯井并不深，也就1丈来深，井底满是杂草，摸了摸摔得生疼的屁股，刘三狗双手扶地，便要站起身来。就在这时，刘三狗的手忽然碰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想都没想，刘三狗便将那东西拿在了手中。等他看清楚手里的东西时，他吓坏了，原来是一根人骨头。妈呀！刘三狗随即吓得大叫一声，将骨头扔在一旁。定了定神之后，刘三狗连忙朝着井底仔细看了过去。井底的一角有一些杂草，透过杂草，一具白骨隐隐露了出来。刘三狗打小就一个人生活，无依无靠的他练就了一身天不怕地不怕的胆子。此刻静下心来以后，他倒是显得并不害怕了。这是谁的白骨？他怎么会到了井底？难道是和我一样失足掉落下来的吗？不对呀，这枯井看起来并不深，掉下来后完全可以自己爬上去，他怎么没有？就在他对着白骨发呆时，原本在骨架上放得好好的头颅突然间滚落了下来，掉到了刘三狗的眼前。那具白骨刚才是靠在枯井边上的，头颅的后面正好挨着井壁，掉落到刘三狗的身边后，头颅的后半部分恰好被刘三狗看在了眼中。这回刘三狗看清楚了，头颅的后脑勺部位有一个比鸡蛋还大的洞口。刹那间，刘三狗似乎明白了些什么，又盯着白骨看了一会之后，刘三狗心生怜悯之情，于是便在枯井底部挖了一个洞，准备将白骨埋起来。井底的土很是松软，
看样子像是从井口处掉落下来的。没过多久，刘三狗就挖了一个坑。就在他将散落的尸骨放进土坑之中时，一封书信出现在了他的眼前。令刘三狗大为意外的是，尸体早已腐化成了白骨，但这封信却看上去没有半点腐烂的迹象。因为他不识字，他也就没有打开那封信，随手将信装进怀里后，他便继续掩埋起了尸骨。将尸骨掩埋好之后，刘三狗便从枯井里爬了上来。这个死在枯井里的人是谁？他为什么会死在枯井里？从他后脑勺的那个大洞不难猜测出，他十有八九是被人打死之后推到枯井里的。又是谁打死了他？看着井底，刘三狗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思索了一番之后，刘三狗决定先找个识字的人看看信上写的东西再说，或许能从上面找到一些答案呢。最不济也能知道他姓甚名谁，家在何方，到时候去他家里报个信，也免得让他孤魂野鬼流落在外。想到这里，刘三狗便朝着大路上走了。说来也巧，就在刘三狗来到大路上走了没多远，他就碰到了一个书生打扮的年轻男子。刘三狗随即将那封信拿了出来，让书生给他念了一番。书生告诉他说，信是一个名叫柳时远的男子写给他父亲的，是一份普通的家信，里面除了一些嘘寒问暖的话之外，并无其他特别的东西。不过令刘三狗欣慰的是，从这封信中他知道了柳时远的住址，就在离这里大约100多里的柳家庄。谢别书生之后，刘三狗朝着柳家庄去了。3天之后，刘三狗来到了柳家庄。因天色已晚，刘三狗便决定先在村外找个地方休息一晚，第2天早上再进村寻人。因为连日奔波，刘三狗的身形很是疲惫，匆忙之间，他便在路旁不远处的一个深坑里躺了下来。就在他刚躺下不久，天气突变，转瞬间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刘三狗连忙从土坑里爬了出来，想找个避雨的地方，可抬眼望去，四周漆黑一片，哪里有什么落脚之处？又累又饿，此刻又淋了大雨，刘三狗通的一声栽倒在地，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说来也怪，就在他晕倒之后不久，大雨就停了，转眼间已经是第2天早上了。刘三狗依旧躺在那个土坑里昏睡不醒。就在他昏昏欲睡之际，一个大约50多岁的老头子带着一个仆人打扮的男子在土坑前的一堆土前停了下来。此时如果刘三狗醒来看到自己睡觉的地方时，他肯定会被吓上一跳。原来昨天夜里夜色很浓，用伸手不见五指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又累又饿之下，刘三狗便在路旁的一个土坑里躺了下来。谁知道他睡觉的地方竟然是一座坟。老头来到坟前后，便让仆人将携带的一些祭祀用品拿了出来，摆放好之后，老头便开始坐在坟前自言自语起来。石远，爹来看你来了。石远，那封信中提到的男子不是叫柳石远吗？莫非墓地里卖的人就是他吗？就在老头对着坟头自言自语之时，一旁的仆人却突然大叫了起来，老爷，你快来看，这里躺这个人。听到仆人的叫喊声，老头连忙站起身来，朝着墓后走了过去。仔细一看，见一个乞丐打扮的男子正躺在土坑里沉睡不醒。柳福，快看看，这人到底死了没有？老头对仆人吩咐道。名叫柳福的仆人随即下到土坑里，伸手在刘三狗的鼻子上探了一下。老爷，他还有口气，快把他拉上来。将刘三狗从土坑里拉出来之后，老头对着刘三狗叫道，年轻人，快醒醒呀！见刘三狗依旧昏睡不醒，老头连忙伸手在他的额头摸了一下，哎呦，快烫死了，不好，这人生病了。柳福，赶紧将他背到车上。老爷，这小少爷还没祭奠完呢。哎，救人要紧，改天再过来吧。说完，
老头便和柳福将刘三狗弄到了车上，随即回家去了。老头刚进家门，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就迎了上来：“老爷，你不是去公子的墓地祭奠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老头朝着身后的马车指了指，说道：“我刚去了墓地，就发现了一个小伙子昏倒在那里，我见他还有一口气，就先带着他回来了。万宁，快将他扶到后院的房间里，然后再给他找个郎中。”名叫万宁的男子连忙应了下来，随即和柳福将刘三狗扶到了一间房子里。福伯，我在这里看着他，你去找个郎中来吧。万宁吩咐柳福道。柳福走后，万宁便守在刘三狗身边，盯着他看了起来。刘三狗浑身已经湿透了，此刻的他身上满是泥泞。万宁见状，便想着要将他身上的衣服脱下来。就在他动身给刘三狗脱衣服的时候，一封信掉了出来。叫花子身上怎么会有信？怀着疑惑的心情，万宁将信捡了起来。刚看到信封上的几个字，他瞬间脸色大变，随即将信打了开来。匆匆看完信之后，万宁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就在此时，仆人柳福带着郎中来了。万宁见状，随即将信揣在怀中，装作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刘三狗身子并无大碍，只是偶感风寒。郎中开了几服药后便离开了。转眼间天已经黑了，刘三狗醒了过来，这是哪里？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难道是被人救了吗？救我的人又是谁？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门突然开了，紧接着一个身形瘦小的身影走了进来。刘三狗刚要开口发问，黑影却突然冲着他扑了过来。就在他目瞪口呆的时候，一把明晃晃的尖刀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别出声，黑影沉声说道。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刘三狗吓傻了，他连忙低声问道：这位好汉，你要干什么？我来问你，你姓甚名谁？好汉，我名叫刘三狗，是个叫花子，流浪到此晕倒在地，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好汉，你知道吗？是谁救了我？别废话，说你身上的信是怎么回事？信，听那人说到信，刘三狗这才下意识地在身上找了起来。别找了，信在我手上，快说，你身上的信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好汉，实不相瞒，我就是个讨饭的，走到半路上的时候，碰巧在草丛中捡到了这封信，我没想别的，就将它装在了怀里。怎么，这封信是你的吗？见来人一副不怀好意的样子，刘三狗的脑海中随即闪现出了枯井中的那具尸骨。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能探寻真相，刘三狗便随便扯了个谎。男子似乎不完全相信刘三狗的话，只听他冷哼一声，随即又把刀子往刘三狗的脖子上送了一送，随即恶狠狠地说道：小子，你别给我耍花招，不然的话我立刻就要了你的小命。大哥，我说的全是实话，我一个叫花子骗你干啥？说完，刘三狗便跪在男子身前，声泪俱下地哭了起来。见刘三狗这般神态，男子对他的话不由得相信了几分，随即冷笑一声说道：小子，我告诉你，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趁着现在夜深人静，赶紧滚吧。刘三狗哪里再敢分辨，随即赶紧起身离开了房间。出了院子，男子随即将刘三狗领到了一个后门处，打开后门，看着刘三狗渐行渐远，男子这才长长的出了口气，被人莫名其妙的救了下来，又被人莫名其妙的赶了出来。刘三狗的心中充满了不解，这究竟是怎么了？为了逃命，刘三狗不敢耽搁，一出院门，他便撒腿跑了起来。跑了许久之后，见已经远离了那个地方，刘三狗这才在路边的一棵大树底下睡起觉来。那人是谁？他为什么要从我身上将那封信拿走？他为什么要追问信的来历？难道那具尸骨和他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想着想着，一阵困意袭来，
刘三狗随即靠在树上睡着了。就在他刚睡着不久，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了起来。刘三狗连忙睁眼看了过去，他的眼睛尚未睁圆，那团黑影已经朝着他扑了过来。等刘三狗反应过来时，那人已经来到了他的跟前。刘三狗刚要开口发问，黑影不等他开口，抡起手中的木棍就朝着他的脑袋上砸了下去。刘三狗只觉头疼欲裂，随即便躺倒在地，什么也不知道了。将刘三狗砸晕之后，黑影并没有善罢甘休，而是又掏出随身携带的刀子，朝着刘三狗的胸口处捅了下去。做完这一切后，黑影随即将刘三狗拖到了一旁的草丛中，随即扬长而去。刘三狗是死是活，害他的人又是谁？按下刘三狗不表，且说将他救回家的那个老头。老头姓柳，人称柳员外。柳员外膝下有一子名叫柳时远，年方20，因不喜读书，柳员外便将邻县的一个铺面交给了他来打理。2年前，柳时远娶了一位姓张的女子为妻，然而婚后仅半年，柳时远就因为回家路上遇到劫匪被人害死了。10年前，柳员外出门给城外的刘财主家送布，回家路上遇到了一个冻僵的人躺在水沟边上。冻僵的人是个少年，蓬头垢面，破衣烂衫。仔细探视鼻息之后，发现此人还有微弱的气息。柳员外随即将那人救回了家中，休养3、5日后，那人渐渐恢复了过来。此人姓毛，名万宁，乃外地人士，前来投靠亲友，不幸在路上遭到强人抢劫，同行人员大多被杀，财物皆被抢光。他侥幸滚下山沟逃得一命，靠沿路乞讨来到了此地。由于天气急剧变冷，走到半路便因饥寒昏倒在地。问及毛万宁家中情况，却说父母已在灾荒中饿死，如今是孤身一人流落在外。柳员外见他可怜，便将他收留了下来，让他做了一名长工，将邻县的铺面交给儿子柳时远打理之后，柳员外并不放心，于是便派毛万宁留在了柳时远的身边帮忙打理生意。那年的中秋时节，柳员外正在家中盼望着儿子回家团圆，却见毛万宁一个人遍体鳞伤地跑了回来。柳员外大惊，一问之下，才知道这2人在回家路上遇到了劫匪。劫匪不但抢光了他们的钱财，还丧心病狂地要了柳时远的命。毛万宁拼死捡回一条命，便赶紧回家报信。听到这个消息，柳员外犹如五雷轰顶，冷静下来之后，他便报了官，随后便跟着张万宁来到了出事的地方。来到此地时，柳员外这才发现柳时远已经被贼人用刀砍得面目全非，只是通过身上的衣服，他才辨认了出来。为了找出杀人凶手，柳员外没少花钱，但凶手却就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般，丝毫追查不到踪迹。将刘三狗救回之后，柳员外的心里很是挂念，于是第2天早上便将毛万宁叫了过来，询问起了刘三狗的消息。毛万宁却告诉他说，那人一大早就出门走了。听到这个消息，柳员外虽说很是意外，但也没有多说什么。这天夜里，柳员外夜里尿急去上茅房，当他从茅房出来的时候，就看见一个人影进到了媳妇张氏的房间里。柳员外甚是奇怪，于是便悄悄跟了上去。等他听清楚那人的声音后，随即一言不发回到了屋子里。见丈夫一脸心事重重的样子，柳员外的妻子王氏便问道：当家的，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上了一趟茅房回来就心神不宁了？柳员外叹了口气说道：老婆子，你猜我刚才看到什么了？能看到什么？莫非看到鬼了吗？看你这话说的，我呀，看见万宁进了媳妇的房间里了。什么？你没看错吧？你这人也是的，咱们家总共就只有这几个人，我还能看错吗？要说这媳妇也挺可怜的，当初远儿死了之后，我也曾劝过她让她另嫁他人，
可他却说什么也不肯。我看呀，不如这样，反正咱们也计划将他收为义子了，他们两个要是有意的话，就干脆成全他们好了。听妻子这样说，柳员外不由得沉思起来。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半个月后，柳员外随即将此事和毛万宁以及张氏说了。本以为张氏会极力反对，没想到他也一口应承下来。事情定了之后，柳员外很是高兴，随即就来到了柳时远的坟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儿子。就在柳员外在儿子的坟头哭泣诉说的时候，一个男子来到了墓地旁。老伯，你可是柳员外刘老爷吗？男子问柳员外。眼前的这个男子看似有些熟悉，可柳员外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他，于是便点了点头。他刚点完头，那男子却朝着他跪了下来。恩人，多谢救命之恩。听男子这样说，柳员外顿时想起来了，眼前之人就是那天被自己救回家的那个男子。刘三狗不是被人害死了吗？这又是怎么回事？原来也算是他命不该绝，就连刘三狗自己也不知道，他的心脏其实并不在左边，而是长在了右边。那人将他打晕之后，又朝着他的胸口处刺了一刀，本以为能将他彻底了断，谁知道却并没有刺中心脏。那人走后不久，刘三狗就被一个路过此地的老头救了下来。伤势好转之后，刘三狗便打听了起来，仔细打听之后才知道救他的恩人姓柳，而柳员外的儿子正是那封信中提到的柳时远。柳员外正是他千辛万苦要找的人，因为在柳家的那天夜里，有人拿刀逼问他信的来历。刘三狗不敢上门前去找柳员外，所以只好在外等了起来。没想到还真被他等着了。恩公，敢问这墓地里埋的可是你什么人？刘三狗问道。柳员外叹了口气说道：哎，这墓地里埋的就是我那苦命的儿啊。恩公，实不相瞒，我名叫刘三狗，是从外地来专门找你来的。找我，你我素不相识，你找我有何事？恩公，就在1个月前，我无意中掉进了一个枯井中，在枯井中我发现了一具尸骨，在尸骨旁边还有一封信，那封信正是你的儿子柳时远写给你的。什么信？信在哪里？快拿出来。恩公，你先别急，听我慢慢说来。就在你将我救下之后的那天夜里，一个面蒙黑金的人进到了我的房间，逼问我信的来历，还将我从你家赶了出来。这还不算，那人还试图要我的命，信也被他拿走了。听了刘三狗的话，柳员外当即就愣在当地半天，也说不出话来。这时刘三狗又问道：恩公，你儿子的事情这几天我多多少少也打听了一些，我想问你的是，你能确定这墓地里埋的就是你的儿子吗？年轻人，不瞒你说，当初我儿子早已被贼人用刀砍得面目全非，我还是从他身上穿的衣服才认出了他。哎，年轻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恩公，我想问你的是，如果这墓地里埋的真是你的儿子的话，那我在枯井里见到的那具尸骨又是谁的？那封信为什么会出现在尸骨的手中？听刘三狗这样说，柳员外像是明白了什么，随即追问道：难道你是说这墓地里埋的不是我儿子，而你看见的那具尸骨才是我儿子的？刘三狗点了点头。尸骨在哪里？快带我去看看。老伯，你先别急，那具尸骨我已经妥善埋了起来。我还要告诉你的是，在那具尸骨的脑袋上，我发现了一个鸡蛋大小的大洞，估计是被人打破脑壳留下的。刘三狗的一番话把柳员外说了个目瞪口呆，思索了一番之后，他渐渐冷静了下来。为了将儿子的死因弄个明白，柳员外当即就和刘三狗商量起了对策。一番商议之后，柳员外便急匆匆地回家去了。第二天，柳员外带着刘三狗来到了县衙，在堂上，刘三狗随即将自己这些天来遇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县官听后不敢大意，
一边将此案件的重要见证人毛万宁拘押到堂，一边派人跟着刘三狗来到了那口枯井处，将尸骨拿了出来。3天后，尸骨取回来了。按照柳员外的要求，县官又将埋在柳石远墓地里的那具尸骨取了出来，滴血认亲之后，这才发现枯井之中的才是柳石远的尸骨。很快，众人就从毛万宁口中得知了事情的真相。原来，害死柳石远的人，那天夜里闯进刘三狗房间的人，将刘三狗杀人灭口的人，正是毛万宁。跟着柳石远来到外地打理生意之后，极度贪婪的毛万宁背着柳石远中饱私囊，被柳石远发现之后，便有了将柳石远除掉的想法。于是，趁着中秋回家的机会，毛万宁趁柳石远不备，便用棍子在柳石远的头上狠狠地打了几棍子。确定柳石远死了之后，他又将柳石远身上的衣服脱了下来，随后将柳石远推到了枯井中。做完这一切后，毛万宁又将一个和柳石远身形相似的乞丐残害，将柳石远的衣服穿到乞丐身上以后，又用刀子将乞丐砍了个面目全非。为了造成遇到劫匪的假象，毛万宁随即又用刀子在自己的身上捅了几刀。柳员外对毛万宁情同父子，他压根就没有将儿子的死和毛万宁联系起来。就这样，柳石远便不明不白地死了。将刘三狗救回家之后，毛万宁无意中看到了那封书信，为了怕事情败露，他便半夜将刘三狗赶出了柳家，随后又在后面悄悄跟上了刘三狗，目的就是要将他灭口。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刘三狗命不该绝。那封书信又是怎么回事？原来那个中秋柳石远原本并不打算回家，于是便写了那封信。可毛万宁却一个劲地催促他回家，架不住毛万宁的劝说，柳石远便将那封信带在了身上回家去了。将柳石远打死之后，毛万宁并没有去搜柳石远的身，那封信才得以保存了下来。案件真相大白之后，毛万宁受到了律法的严惩，柳员外的儿媳张氏也因早已与他暗中有染被逐出家门。刘三狗被柳员外收为义子，并为他娶了一个温柔善良的妻子。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看完这个故事后，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欢迎在下方留言，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